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毀容式轉型，小程良方土法醫療看哭全網。8月17日央8黃金檔那聲滿是東北味兒的下來吧，都把我堆成雪人了都，是肖戰喊的。隨着醫療大劇《小程良方》在 CCTV 8黃金檔首播，愛奇藝同步獨播。央視下半年的大劇方陣再添一員，這一波法治、諜戰、反腐、醫療齊上陣，於和偉、陳道明、張頌文、肖戰輪流坐莊，觀眾的遙控器怕是真要按出火星子。但小程良方和市面上那些扎堆三甲醫院的醫療劇不太一樣，他把鏡頭對準了東北小城一個破舊的鄉鎮衛生院，講的是烤紅薯保溫疫苗、殯儀車轉運病人、KTV 彩燈當無影燈，這些聽起來荒誕到離譜的操作，偏偏全是真實案例。肖戰這次演的不是精英，是一個從北京三甲醫院跌落到基層的手抖症醫生，月薪3000，就棉襖配烤燒餅，往那一站，整部劇的氣質就變了，從手抖到煙嗓，一個天才醫生的墜落密碼。肖戰為劉增亮這個角色下的功夫，不只是減重那麼簡單。拍攝前，他扎進錦州基層衛生院實習，苦練東北方言，全程原聲同期聲。有路透拍到，人工造血機噴出的雪花湧進他嘴裡，他即興用東北話喊出那句台詞。現場工作人員調侃，這是用親身經歷給劇中恐血症角色劉醫生治病。更狠的是聲線設計前期低沉沙啞，帶着歷經跌落、身心俱疲的壓抑感，後期被小程生活治癒後，聲音轉為溫柔舒展，僅靠聲音的轉變就劃出了角色的完整弧光，細節更是撲到了指尖。他設計了一整套微動作，袖口常年沾着碘伏黃字，走路時右手永遠揣兜裡掩飾手抖，甚至自己琢磨出用左手掐右手虎口的習慣性動作。隨着劇情推進，那個位置從紅腫到結痂，用手就能看見心理創傷的物理痕跡。和餘生請多指教裡的顧魏相比，這簡直是兩個物種。顧魏是精緻白大褂、無影燈下從容執刀的外科精英，劉增亮是就棉襖蹲路邊啃燒餅，連手術刀都握不穩的落魄大夫。這種自毀式的轉型，讓觀眾第一次在醫療劇裡看到醫生不完美的一面，不是無所不能的救世主，而是一個需要被治癒的病人。烤紅薯、殯儀車、彩燈、荒誕名場面背後的真實土壤。這部劇最具衝擊力的，不是肖戰的表演，而是那些土得掉渣的醫療場景。衛生院裡，醫療設備短缺到 CT 機動不動就短路，應急物資匱乏，沒有專業手術團隊，護士的兼職財務怎麼辦？烤紅薯捂着保溫疫苗，鄉鎮停電時，醫生用烤紅薯的餘溫維持疫苗活性，殯儀車的冷櫃轉運病人，救護車不夠用，借殯儀車送危重患者轉院。KTV 的彩燈臨時充當，手術無影燈沒有專業照明，就拿彩燈湊合。這些聽起來離譜的操作，全是編劇聶成帥在遼寧基層蹲了40多天挖出來的真實案例。天壇醫院神經外科團隊全程坐鎮指導，那些看似荒誕的土法子，背後全是專業醫療知識在兜底。荒誕背後是真困境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國雖有 3.3 萬個鄉鎮衛生院和57萬個村衛生室，基本實現了城鄉居民醫療衛生服務全覆蓋。但基層醫療的現實難題遠不止設備短缺這麼簡單，人才流失是更深的痛點。年輕醫生不願來，留不住，老醫生靠土經驗硬撐。2023年至2025年，中央財政投入11.54億元資金，支持中西部地區和薄弱地區重點鄉鎮衛生院能力建設。但城鄉醫療資源的鴻溝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填平的。
劇中倪大紅飾演的老院長龍東東，扎根小城幾十年，沒有耀眼名校履歷，卻深諳本地民情，通曉中西醫簡易療法，總能因地制宜解決醫療難題。江妍演的愛晨，殯葬店老闆娘兼護士長，一頭短髮透着東北大妞的勁兒，飒爽直率。這兩個人湊成了草台醫療天團，嘴上不靠譜，幹的卻是最滾燙的事。反精英敘事，醫療劇終於不再懸浮。傳統醫療劇的套路，觀眾太熟了，三甲醫院、高精尖設備、完美人設，主角永遠在手術室裡拯救世界，和普通人的生活隔着一層玻璃。小城良方的破局之道，是把場景從手術室下沉到村衛生所，從專家會診降維到土法急救。劇中沒有進口高精尖設備，沒有滿牆的錦旗，有的是醫生蹲在衛生院門口啃燒餅，護士自己掏錢買耗材，急診室裡用艾灸煙霧定位手術切口。這些場景之所以震撼，是因為它們真實存在於中國廣袤的縣域和鄉村。2024年，全國城市醫院共向1750個縣派出幫扶人員約18萬人次，每年鄉鎮衛生院向村衛生室派駐執業醫師20萬人左右。這些數字背後，是一個個像劉增亮一樣在基層堅守的醫者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劇集沒有停留在賣慘，而是通過單元病例展開對社會議題的討論。202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快建設分級診療體系的若干措施，進一步提出以提升就醫連續性為導向，加強轉診服務管理。2022年至2025年，連續4年投入專項資金，支持衛生院圍繞科室設置、人才隊伍建設、醫療設備配置等方面提升綜合服務水平。這些政策從紙面落到地面，需要的正是劇中那些土法子背後的民間智慧與制度保障的合力。資本與情懷的碰撞，讓小城良方呈現出一種罕見的質感。央視新聞的官方評價是扎根煙火，療癒人心。目前愛奇藝預約量已突破75萬，全網路透播放量累計超21億，微博話題閱讀量破8億。大量網友把8月17日設成手機屏保，有人調侃連夜把醫保卡餘額衝到4位數。從劇裡到劇外，看見那些土法子背後的堅守。這部劇最動人的地方，不是肖戰的轉型，不是倪大紅的演技，而是它讓觀眾看到了一個被忽視的群體，那些在偏遠地區用土法子守護生命的無名醫者。沒有無影燈就拿彩燈湊，沒有救護車就借殯儀車頂，沒有冷鏈設備就靠烤紅薯保溫。這些土法子背後，是基層醫生在資源匱乏中硬撐的韌性。他們可能沒有名校學歷，沒有高精尖設備，甚至沒有體面的工作環境，但他們在用最笨的辦法救最急的命。你身邊有沒有聽說過類似土法子救急的醫療故事？那些在偏遠鄉鎮，在村衛生室，在條件簡陋的衛生院裡發生的真實瞬間，同樣值得被看見。